在打地基，搞不好我们以后就在这儿买房了呢。先拍个视频，万一呢？Hello，大家好，我是奥利维亚，我要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我和小老王在慕尼黑买房啦！我们买的是期房，就在我们现在住的公寓的旁边，走路3分钟。我坐在客厅就能看到那个工地在哐哐建。从2021年12月至今，我们房租已经花了59000欧，都能再买一辆特斯拉 Model Y 了。但交房租的日子明年就要成为历史了。合同上写的是明年6月交房，最迟年底。但上个月中旬，我们的厨房公司已经上门量房了。按照买过这个开发商房子的朋友的经验来看，估计要不到6月就能交房，好开心啊！那这期视频我想要分享一下在德国买期房的流程和经验。如果你也准备在德国买房，希望这期视频对你有些帮助。太长不看，给朕总结。第一步需要确定预算和首付，知道个人信用评分，了解贷款术语。买房之前，我们要查阅自己的银行余额，搞清楚自己有多少钱，以及能投入多少钱在首付上。德国买房通常要准备购买价格的20%到30%作为首付，购买价格包含房子本身的价格和车库价格。除了购买价格以外，还有一系列的附加购房成本，包括土地购置税。每个联邦州的土地购置税不同，慕尼黑在拜仁州是3.5%。举个例子，比如100万的房子就要交3.5万的土地购置税。第二个就是 Nota 公证费 ，Nota 也就是公证人，在德国所有的房产交易都必须经过 Nota 的确认。第三个就是土地登记费用，包括土地预登记和土地抵押登记，这个我们后面细说。建议正式找房前向书法申请一下自己的信用评分，如果有什么负面记录，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修正。银行特别看重书法，千万不要一通忙活到最后却因为书法分低贷不了款。与此同时，需要去了解一些贷款相关的术语，我总结了一些在下方信息栏。如果你有国内给你的大额资金支持，一定要记得在到账后及时向德国央行和你的收款银行报备，不报备可能会被视为经济犯罪，处罚非常严重。第二步就是联系贷款中介或者银行进行贷款能力评估。你是全款玩家是吗？那你可以关掉这个视频了，拜拜。进行贷款能力评估是为了让找房过程更加理性和高效。比如我首付只有1万块，然后我异想天开，咔猛看1000万的房子，那你肯定要想，我天，这种笨蛋 YouTuber 还是退订吧。我建议至少同时联系3家贷款。买房是我们普通人一生中花的大钱，多找几家比较一下，总归不是坏事。这里贴几个德国比较大的贷款中介供你参考。他们会根据你提供的个人信息来预估一个你大概可以贷到的金额和利率。影响的因素包括你目前是什么身份，你是学生签、工签、蓝卡、长居还是已经入籍，你有多少首付，工作有没有过试用期，工作是有期限合同还是无期限合同，每月流水怎么样，每月收入怎么样，以及有没有其他负债情况、个人信用评分等等。这样一评估，你就大概知道自己可负担的房子是在什么一个价格区间内。如果只是随便看看的话，那可以在 Google 搜，粗略的自行计算一下能贷多少。哎呦，不错哦。确定好自己的首付和能贷多少钱之后，就可以去找你的梦中情房啦。这里贴几个找房渠道供你参考。那找贷款中介和直接找银行有什么区别呢？贷款中介的优势就是你不用跑现场，他们的劳务费由银行支付，对我们来说全程都是免费的，有啥贷款问题都能直接问。他们对接几十几百家银行，贷款的银行政策他们也是第一手消息。比如我买的是能源等级 A 的节能房，彼时德银就有一个针对节能房的低息优惠项目。买20房的朋友，此时可以让你的贷款顾问给你出一个贷款能力证明。这个东西的好处就是能证明你的实力，带着这个证明可以帮助你在比较抢手的二手房争夺中更加有优势。第三步，明确自己的找房需求和方向，是买新房、二手房、位置等等。决定房地产的3要素：地段、地段和地段。那什么是好地段呢？我觉得李嘉诚说这句话是基于他企业家的身份，他要进行商业布局。我们普通人买房并不是说地段不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先搞清楚买房需求、买房目的，位置要符合你工作和生活的轨迹。
比如这是我们的首套房，而且是自住房，我和小老王又是怕麻烦的人，那我们就希望它最好是新房，要在慕尼黑市区，步行距离要有超市和公共交通。这样一罗列自己的需求，就会把市面上那些不符合期待的房子给过滤了。有朋友这时可能会问，你怕麻烦就应该去买二手房啊，新房还要装修诶。是的，但德国新房是精装交付，一般都包含墙漆、插座、电路、窗户、地板、地暖、卫浴、卫生间的瓷砖、新风系统等等，所以除了要安装厨房和买家具，几乎等于拎包入住。而且新房的设施更加现代化，能源等级高，免去了很多升级维护成本。还有一点，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个人执念了。感觉人生最后一套房哎，我什么最后一套房？人生第一套房，就想搞套新的。如果你也想买新房，特别是期房，一定要记得去看看开发商的历史项目是不是都如期交付了，看看他们的评价和信誉，这非常重要。我们有朋友买过这个开发商的房子，评价不错，而且这个开发商挺过了疫情。德国好几个大的开发商都被疫情干倒了。第4步，实地看房。多看房就能逐渐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非常建议把喜欢的房子的信息，比如地段、房型、朝向、周边设施、通勤时间都放在一张表上，跟卖家预约看房后每一个房源进展到哪一步，看房后的感受都可以记录下来，这样有利于最终比较做出决定。还有最好尽量避免买那种带租客的房子，因为德国法律非常保护租客，就算你有自住理由可以让租客搬走，但遇到那种难说话的，搞不好还耗个好几年，想想就窒息。第5步，签预购协议 ，Nota 开始介入。在选定房产之后，我们和开发商签了一份预购协议，交了2000欧定金。这个定金用于保证在一段时间内，比如4周，开发商不会再把这个房子卖给其他人。在这4周内，我们就要去联系贷款了。交定金时一定要白纸黑字写清楚这个定金的退还规则，比如贷款不成功，定金全额退还；贷款成功，定金全额抵扣房款。交完定金 ，Nota 和开发商给我们发来了建筑项目材料，比如建筑规范。这份文件是对要建造的建筑物的详细描述，包括结构、材料、电器、供暖、停车位等等。还有户型图，这个不用多说。还有地级图，这份文件把一个抽象的土地边界概念实实在在地对应到了这个星球上的一栋建筑，它是德国不动产管理和房地产交易中使用的官方地图。还有能源证书，它是对建筑能效进行评估和标识的文件。还有产权划分声明。这份文件的目的是将整栋建筑的产权划分为独立的单元，并对这些单元的专有使用权、公共区域的使用和管理、业主的权利义务等进行明确说明。最重要的就是购房合同了，你有权在签购房合同之日前2周收到这个合同。非常建议认真去看整个购房合同，不明白的地方就写邮件问 Nota。前面说了，我们要付给 Nota 一笔不小的费用。公证处有义务解答你所有相关问题，像是期房合同最重要的烂尾赔付问题。我问了 Nota 之后，对方做了书面澄清。故事时间到。我们去年9月其实预定了这一套，但冷静下来还是放弃了，因为这个项目彼时连房址原有的建筑都没有拆完，要到2026年才能交房，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一边还房贷，还要再交2年多的房租，何苦呢？何苦这么为难自己呢？最后我们买的这套是我们看的第1个楼盘，第1期3房本来已经没什么好户型了，但有一天机缘巧合发现又挂出了一套，一查价格竟然比我们2年前看的开售价格还低了81000欧。后来得知这套房之所以会流出又降价，是因为原预定人没有贷到款，开发商就打折卖了。虽然户型没有刚才说的那个好，面积也没那个大，但位置比那个好，周边设施环境我们也早已熟悉，这个就是当下最适合我们的房子了呀。你看这个房价又低了，利率又低了，实在是捡了个漏，就有一种兜兜转转还是你的感觉。第6步就要来谈贷款，递交贷款申请了。当你选定要买的房子之后，就可以联系贷款中介或者银行进行贷款申请了。按照要求准备材料就行，银行看材料看得非常细，很可能还会让你澄清或者补充一些信息。我们贷款时 A 中介给了德银的 offer， 递交申请材料后2天又收到 B 中介给的德银的另一个分行的一个更低的利率，但我们很满意 A 中介一直以来的服务，还是更希望在他手里成交，于是我们就让 A 联系银行看能不能 rate match， 结果是可以的。所以如果你遇到类似情况，就算是不同银行也可以尝试一下能不能匹配一下利率。
还有要注意贷款准备金利息。银行在贷款合同签订后，就会为借款人保留了贷款金额，这笔资金在银行看来是冻结状态，没有办法用作其他投资，通常有6至12个月的宽限期。超过这个宽限期，如果还有部分贷款金额没有用完，就会每月收你的罚息。举个例子，假设你今年12月1号签的合同，宽限期是12个月，如果明年12月1号你还有贷款没有用完，针对这部分没有用完的资金就要收取罚息。怎么算罚息要看合同规定，所以如果你买的也是期房，要留心交房日期和宽限期，可以在签贷款合同的时候和银行协商延长宽限期。第7步，拿到贷款合同，约 Nota Termin。贷款申请通过，银行就会通知你的贷款顾问，然后就会给你发正式的贷款合同。此时你可以你不想从他家贷了，你就不签，不用负任何责任。第2，你觉得没有问题，签了贷款合同，然后你有14天的撤回期，意思就是这14天内你说，哎呀，我改变主意了，我不想从你家贷款了，这也是可以的，你不用负任何责任。但如果是超过14天你再撤回，那就要赔钱了。除了贷款合同，银行还会把贷款土地抵押文件发送给你。这个抵押是指贷款银行会要求将该房产的土地抵押登记在银行自己的名下。如果贷款人未能按时还款，银行就有权利出售该房产以收回贷款。这在德国是保障银行贷款的标准做法。最好把这个文件在公证日前发送给 Nota， 这样 Nota 就能在公证日当天把贷款合同和贷款土地抵押文件一起公证了，你就不用为了公证贷款土地抵押再约一次 Nota。一定要在拿到银行贷款确认后，也就是人家确认同意贷款给你了，你再去约 Nota， 因为万一你贷款失败 ，Nota 也约好了，那也需要付给 Nota 一笔钱。所以我认为最稳妥的流程是先拿到贷款合同，包括土地抵押文件，然后立刻找开发商去约14天以内的 Nota Termin， 这样就会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费用。第8步 ，Nota 当天签正式购房合同，进行合同和贷款抵押公证。终于 Nota 啦 ，Nota 会提前跟你确认你的德语能力，如果德语不好，还得请一个翻译。记得问问你的 Nota， 翻译是需要宣誓翻译，还是随便找一个会德语的亲朋好友就行。Nota 当天，我和小老王坐在这儿，开发商代表坐在我们对面，翻译坐在我们左边，公证员坐在我们右边。我们大家在一个房间内进行了庄严的公证活动。公证员用德语 rap 般朗读整个购房合同，翻译用英语 rap 般翻译整个购房合同。期间你可以随时提问 ，Nota 也会在重点问题上跟你解释。合同和贷款抵押公证都完成了 ，Nota 也就成功结束了。开心吗？ Nota 结束了，真的非常开心啊！终于完成一件啦！大事哈。对。好的。第9步 ，Nota 后支付各种账单。Nota 后就会收到各种各样的账单，比如来自 Nota 的购房合同的公证账单，来自 Nota 的贷款土地抵押的公证费账单，来自宣誓翻译的翻译服务费账单，来自税务局的土地购置税账单。签好购房合同之后，公证人就会向土地登记处申请，在土地登记册上，就相当于国内的房产证，做一个预登记，确保开发商在交付前不会再把这个房子卖给其他人。前面说了，有贷款的还需要把土地抵押登记到土地登记册上，因此还会收到一笔抵押权的登记费用。交房后和还清贷款后都还要联系 Nota， 让他们向土地登记处申请所有权变更登记，收到账单付钱就行了。第10步，分阶段付款。德国期房的付款是根据建筑进度来的。Nota 在核实完所有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之后，会发出一个正式的到期通知。这份通知确保购房款项支付符合法律要求，为我们买方提供了一个付款保障。在收到这个通知之后，我们就可以按合同给开发商打钱了。开发商一个进度完成之后，需要我付款时，就会给我发个付款通知，把这个付款通知连同填写好的银行给的付款指示表一起发给银行来安排付款即可。第11步，竣工验房。终于到了竣工验房的时刻了。房子完工后，你需要亲自或者是请一个专业的验房师傅带着你检查房屋是否符合合同规定的标准。如果有任何问题或缺陷，开发商有责任在交房前修复。第12步，最终交房。哒哒，交房了。验房完成后，开发商会通知你进行最终交房。交房之后，厨房公司就能来安装厨房啦。我们这个房子还在建，所以第11步和第12步我还没有体验到。等明年我体验到了，我再来跟你分享哦。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希望能对你有一些帮助。如果你有类似经验，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分享。
2025年即将震撼来袭，祝你，也祝我们自己一切顺利，天天开心，拜拜。